第1集，换阳寿。我的邻居张老伯今年60岁了，我常常听他说起他外公家的一些事情，觉得非常的神奇。他的外公姓林，年轻的时候是南方军阀，在当地很有势力。他的外公叫林生，经常出去打仗，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带一些珍贵的东西送给他的外婆。有一回，林生带队去山里追逃匪，半个月后收到家里来的书信，说是少奶奶身体虚弱，病得很厉害。林生马上返回家中，临回的时候给妻子带了在逃匪家中发现的灵芝和鹿茸。回到家中以后，看见病弱的妻子，心中是十分的难过。那个时候的医学很不发达，没有确诊是什么病症，反正就是身体十分的虚，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。林生马上吩咐下人把灵芝和鹿茸做药给妻子服用。不懂药理爱妻心切的林生哪里知道，这些补品反而害了妻子，病情是愈加的严重，就连大夫也是束手无策了。后来在听了老年人的建议后，林生便花了重金请来了在当地非常有名气的阴阳师。那个术士讲这种病状需要换阳寿才能化解，而且还需要先取一个人的肝脏做引子才行。林生听完之后，马上便叫部下处决了一名犯匪，取之肝脏做引。然后阴阳师便叫人准备了一套出殡的行头，把他的妻子放入棺材，并且按照当地的风俗在街上巡礼做法。这巡礼期间嘴中是振振有词，很多知情的人都是紧闭门窗。可当走到一具临街店铺的门口时，店中的老板娘隐约听到了吆喝声，她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回来叫门了，便赶忙答应着出来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可是她刚出门，阴阳师便把袖中的一根长钉钉到了他们家的门口。第二天，这个老板娘就离奇的死去了，张老伯的外婆也就这样把命给保了下来。后来那个阴阳师说他如果在镇上走一圈以后没有人出来应声，那张老伯的外婆就一定会死。据说这种阴阳师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还存在着。听完朋友讲完，我也是不禁的毛骨悚然起来。另外再讲一件恐怖的换阳寿事件。记得那是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为了追我们学校一个女孩子，朋友特地为我安排了一个聚会。那天晚上，我们5个朋友去市郊一栋空房子搞 party。 房子是一个朋友的亲戚出国后留下来的，已经是空了几年都没人住了，就是那种2家共用一个大门的老房子。对面以前住了个孤寡老人，后来好像是去世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尽情的玩，不必害怕打扰邻居。那地方人烟稀少，路上也没多少行人，我们带了很多吃的，傍晚就赶过去了。去的时候我们心情都很激动，毕竟嘛，都是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，喜欢新鲜的玩法。而我的心情比其他人更兴奋，因为我有另外的目的。天色渐晚，很快便到了午夜，我们一个个都还是兴致勃勃的。扫兴的是，其中一个女生因为家里打电话必须要回家了，而我嘛是个大男子主义者，当然是要送送了。于是其他人继续，我和那个女同学便一起离开了。我是个胆子很大的人，一路上也有路灯，充当护花使者的我暗自得意，自己终于有个机会可以表现一下。但是后来由于有车来接她，我很快也就返回了。说实话，回来的时候我才注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真的是很荒凉，除了很旧的建筑就是枯树和杂草。我加快了脚步，3步并作2步跑了回去。楼道里的灯是灭的，我也有了少许的紧张。老楼的感应灯确实不太好用，楼道里这会儿是异常的安静，也没有了我出来之前的音乐声。难道他们都累了？
我急促地敲着门，好久都没人应声。这会儿我的心里是更毛了。又敲了大概2分钟，终于听到里面有拖鞋的声音，然后便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来。那声音听着像是一个老女人。找谁呀？她慢条斯理地问着。当时我全身发麻，由里到外凉了个透啊，脚都开始飘起来，没有了一点力气。我顿了顿，想着会不会是对门有人住了进来，不知道啊，或许是这群小王八蛋故意装的吓我呢。想到这儿，我硬着头皮边敲门边壮胆回答道：我说，你们别装了，快点，我尿急啊。我大概又敲了1分钟，没有人说话了。我有点生气，刚想骂出声来，突然有一阵刺耳的哭声从屋里传出来，声音很小，但是却很刺耳。我再也坚持不住了，拔腿就跑。我敢发誓，那种速度是我这辈子最快的一回。下楼了以后，我大概跑了100多米，跑到路灯下面便开始大口的喘气儿。慢慢的我安定下来，回头一望，那个房间的灯还亮着，楼道里也是透着亮光，窗口也映着我同学们的影子。我脑袋里满是刚才的一幕，仿佛那个声音还在耳边萦绕着。我掏出电话给我同学打了过去，竟然不在服务区。我是一身的冷汗呀，呆呆的在路灯下站了不知多久，一直到有一个哥们儿下楼找我。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是怎么进的刚才那个屋子。望着几张熟悉的面孔，我心里终于是平静了一点。看看表，我大概出去了将近3个小时，怪不得他出来找我呢。我后来也没有多说什么，他们也都累了，之后我们便各自睡下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请听下一集。